絕症白月光為老公生孩子那天，公公婆婆叫了10個保鏢守在產房外，防止我來鬧事。可直到生產結束，我也沒有出現。婆婆拉着白月光的手感嘆：“泱泱，有我們在，余婉休想傷害你和肚裡的孩子。”老公一臉心疼地陪產白月光，給她擦汗：“放心吧，爸專門帶人守在醫院門口。余婉要是敢來鬧，我們就把她打出去。”遲遲不見我的身影後，她這才鬆了口氣。她想不通，她只是想圓一下白月光當母親的遺願。為什麼我偏要無理取鬧？看着護士懷中哇哇啼哭的嬰兒，她欣慰地笑了，心想：要是明天我能來給白月光賠不是，她就不跟我計較之前一切的爭吵，也願意讓我當孩子的媽媽。可她不知道，我剛剛提交了前往聯合國的報告，1周後我將註銷國籍，成為一名無界醫生，和他死生不復相見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傅景辰扶着林泱泱從月子會所出來那天，我剛好做完了醫院的交接工作，剛走到門口，就聽見裡面傳來的歡聲笑語。這孩子真漂亮，濃眉毛簡直和我們景辰一模一樣。泱泱，你可真是我們傅家的功臣。婆婆開心逗弄着懷裡的嬰兒，而傅景辰正從廚房端出一碗熱氣騰騰的排骨湯。泱泱，你辛苦了，這是我親手給你煲的湯，你身子弱，得多補補。她坐在床邊，一臉溫柔地給林泱泱餵湯，儼然就是其樂融融的一家人。公公手拿着撥浪鼓逗孩子，笑得合不攏嘴。這孩子跟他媽媽一樣討人喜歡，幸好這不是余婉那個悶葫蘆的，不然有個醫生媽真是愁死了。我握着門把手的手瞬間收緊，想起第一次見公公的時候，他滿臉自豪地拍着我的肩膀，直言有個當醫生的兒媳很讓他驕傲。可現在他卻口口聲聲說醫生不配有家。我只是出國進修了1年時間，這個家就已經沒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我垂下頭，苦澀地扯了扯嘴角。我跟傅景辰結婚3年，曾經我們也有一個孩子，只是因為一次意外，我沒了孩子，並且子宮受損，終生不得生育。得知這個消息後，我哭成淚人。傅景辰把我抱在懷裡安慰。他說過，這輩子只為我生孩子，為了我，他更是主動丁克。可現在，他卻食言了。為了滿足白月光的遺願，親手打破了自己的原則。我還記得去國外進修那天，他哭得像個孩子，將我緊抱懷裡，捨不得鬆手。分明這1年來，我們每天都會打電話分享彼此的生活。就連身邊的同事也會調侃我們倆結婚3年，卻仍然像熱戀中的小情侶。可就在1個月前，我好不容易申請了休假回家，哪怕坐了整整9個小時的飛機，我也沒喊一句累。馬不停蹄趕回家後，卻看見傅景辰和林泱泱手牽手在小區樓下散步，而林泱泱赫然挺着大肚子。我的思緒被林泱泱的話拉了回來。婉婉姐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怎麼站在門口不進來？聽見她的話，屋內剩下幾人也朝玄關看過來。當婆婆看見我手上的辭職報告後，眉頭更是皺得死緊。我怎麼就同意景辰娶了你這麼個掃把星？辭職不幹，是準備好吃懶做，讓景辰養你嗎？公公也跟着指責，連金飯碗的工作你都幹不好，你還能幹什麼？早知道你這麼爛泥扶不上牆，當初就不該讓你進門。泱泱現在身子金貴，她和孩子處處都要花錢，你不幫景辰分擔壓力，反而添亂。有你這樣當老婆的嗎？聽見這話，
我只覺得好笑。那傅景辰呢？在我進修期間搞大了別人的肚子，有他這樣當老公的嗎？於婉，你夠了，我這不也是為了你好？傅景辰眉頭緊蹙，看向我的眼裡滿是冰冷。你生不了，我讓泱泱給你生個孩子，好心讓你體驗一下當媽的感覺，你怎麼就不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呢？何況這是個兩全其美的好事，既能滿足泱泱的願望，無憾離去，你也能無痛當媽。真不知道你在氣什麼。2年前，要不是林泱泱在車禍下救了我，我早就死了。她父母雙亡，現在又確診了癌症晚期，再過一段時間，世界上就沒有人記得她了。同為女性，你不應該同情她嗎？為什麼總針對她？還是在你心裡，我就是那種齷齪骯髒的男人？林泱泱滿臉心疼地拉過傅景辰的手，轉頭看向我。婉婉姐，你還是少說2句吧。我知道這都是我的錯，我保證從今以後都不出現在你們的生活中了。但別因為我影響到你們夫妻之間的感情，好嗎？看着面前4人早就已經統一了戰線，我心裡可笑。原來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這時，傅景辰忽然開口道：“於婉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你要是再敢無端針對林泱泱，別怪我不客氣。你要想跟我繼續過日子，就消停點。下周的滿月酒宴上，我可以當着親戚朋友的面承認你就是孩子的媽媽。下周嗎？”我掃了眼嬰兒車裡已經睡着了的孩子，下周我就要踏上去國外的行程。但在臨走之前，我不介意送給他們一個永生難忘的驚喜。我面不改色地點頭，好。說完，我不顧他們的反應，轉身就回了臥室收拾東西。既然決定要徹底離開，我也不想在這裡留下任何痕跡。客廳外的歡笑聲隔着門板傳進來，我疊衣服的雙手微微一頓。泱泱，孩子就叫傅念央吧，永遠思念泱泱，這樣就算將來他管別人喊媽，也不會忘了你這個親媽。即使沒有親眼看見，我也能想象到傅景辰說這話時候的滿臉深情，而我這顆心也早就已經被他傷得千瘡百孔。我忽然想到，上個月我趕回家，手裡還提着專門從國外給傅景辰買的紀念品，可我卻在家門口看見剛牽着手散步回來的傅景辰和林泱泱。與傅景辰臉上的驚恐不同，林泱泱則是一臉疑惑地看着我，質問我是否走錯門。你是不是走錯門了？這是我家呀！我什麼話都沒說，目光死死盯着林泱泱拱起的孕肚。離家10個月，我的老公帶着他的白月光住進家裡，而且對方還懷孕了。這期間發生了什麼，不言而喻。直到傅景辰慌慌張張地擋在林泱泱面前，向我介紹：“這位是我老婆於婉。”原以為聽見這麼說，林泱泱會有所收斂，可她卻擺出十足的女主人架勢，還邀請我進家裡做客。擦肩而過的時候，她用只有我們倆才能聽見的聲音小聲道：“聽說你和景辰結婚了3年，替代品終究是替代品，比不得我這個正主。我一回來，你還不是乖乖給我讓位？”怒氣翻湧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掄圓巴掌就朝他臉上扇去。與傅景辰分別的10個月裡面的思念，全都化為了憤怒。直到鄰居聽見響動報了警，我們都被帶去了警察，但又因為涉及到家事，警方不好插手，也只能讓我們先回家。剛到家，聞聲趕來的公公婆婆劈頭蓋臉就對我一頓罵，罵我一回來搞出這麼大的動靜，讓街坊鄰居都看了笑話，還罵我那麼多年書都白讀了，居然動手打人。要是真出了什麼事，絕不會放過我。他們一直都知道傅景辰和林泱泱在一起，
甚至兩人都大力支持。短短1年時間，林泱泱已經變成了他們心中的完美兒媳，唯獨我被蒙在鼓裡，我嘴裡一片苦澀。而傅景辰紅着眼圈走到我的身邊，試圖拉起我的手勸說：“婉婉，我從沒想過背叛你，只是泱泱身子不好，醫生說她最多只有半年可以活了，而她唯一的願望就是當母親，有一個自己的孩子。她畢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忍心讓她抱憾而終。我之前也想過跟你商量，但你遠在國外，我怕和你說了會打攪你的學習進程，讓你分心，這才想着等你回國再說的。你願意的話，我們一塊把這個孩子撫養長大好嗎？”這樣大的事情從他口中說出來，卻顯得如此輕描淡寫。我將最後一件衣服收進行李箱，這時婆婆推門而入，她看見我腳邊的箱子，一臉還算你識趣的表情。你之前沒回來，我就讓泱泱睡你房裡了，現在書房也被改成了嬰兒房，今晚你就睡客廳。你要不樂意的話，就出去住酒店。我是真的累了，沒有精力再出去找酒店。點點頭，準備在沙發將就一晚。可到了深夜，臥室裡卻一直傳來嬰兒的啼哭。我翻了個身，正準備戴上耳塞，又聽見林泱泱的抱怨聲：“景辰，你管管寶寶吧，他一直哭。”隨後傳來傅景辰的輕笑聲：“你不就是我的乖寶嗎？管好你就行了。小孩子多哭一會，鍛鍊肺活量。”我將被子蒙過頭頂，努力想要忽略他們的歡笑聲，可一閉眼，眼前似乎就浮現出傅景辰第一次跟我表白時候的模樣。那時候的他青春陽光，滿心滿眼都是我，但那樣的他再也不屬於我了。我就這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，第二天黎明就拎着行李箱出門了。我去管理局註銷了自己的戶口，同時也辦理了相關的出國手續。因為有批准的證件，所有手續辦理得很快，工作人員也沒有多問什麼。直到臨走的時候，工作人員忽然叫住我，他給我遞了一把水果糖，願你所願，終能實現。我衝他心了一笑，出來後就在附近找了個酒店，將行李放下後，我準備出門找點吃的，沒曾想卻遇見了傅景辰和林泱泱一家4人。林泱泱手上戴着百達翡麗的手鐲，一臉得意，哪有一點將死之人的樣子。婉婉姐，我剛才從遠處看着就像你，景辰還非說你不可能在這邊呢。他的視線落在我手中的招聘簡章上，了然一笑。原來你是出來找工作的呀，不過你怎麼就這麼想不開，要去當服務員呢？你就算和景辰哥賭氣，也犯不着這麼傷害自己啊。我沒說話，這個招工簡章是剛才路邊一個小姑娘塞給我的，我看她大冬天還在街上發單頁，就順手接了一張。見我沒有說話，只是握緊了手中的單頁，林泱泱眼裡閃過一抹得意，嘴角更是瘋狂上揚。你早說要找工作，沒準我能幫上什麼忙呢？都是一家人，你過得好，景辰的後半生和孩子才有依靠，我才能放心。而我此刻的沉默簡直就是默認。原本神色疑惑的傅景辰臉色徹底一變，他緊皺着眉，嘴唇扯成一條線，看向我的眼神中充斥着鄙夷。有什麼好介紹的？他自己非要辭掉那麼好的醫生工作，現在就算是餓死街頭，也不值得別人同情。於婉，沒想到你為了逼我放棄孩子，居然能不擇手段到這種地步，你真令我失望。我望着他熟悉的臉龐，此刻卻只覺得陌生極了。記得剛結婚那會，我因為醫院內部惡性競爭導致職位波動，一度想要辭職轉行。傅景辰聽了後只是將我抱在懷裡，
拍着我的後背輕哄：“夫妻一體，不管你做出什麼決定，我都支持你。離職有什麼大不了？老婆，我永遠都會陪你的。”可現在，他卻任由別的女人羞辱我。他忘了曾經對我說的話，似乎也忘了曾經對我刻骨銘心的感情。就連跟着的公公婆婆也一臉不屑地搖頭：“於婉，你就是個下不了蛋的母雞，還整天不着家，拿什麼和泱泱比？就你這樣的，景晨找人也在情理之中。要怪就怪你自己沒有吸引力。”兩人越說越誇張，眼看着路過的行人也紛紛朝我們這邊投來打量的視線。我垂在身側的雙手死死攥拳，指甲深深刺進肉裡，正想開口，林泱泱忽然走上前：“我們正準備去拍全家福呢，婉婉姐你也一塊吧，往後餘生還要拜託你幫我照顧景晨和孩子呢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一言不發。一旁的傅景晨頓時不樂意了，將林泱泱護在懷裡，衝我不屑冷嗤：“泱泱，我知你心善，但人家可未必領情。於婉，你擺臉色給誰看？愛去不去？就你這樣的入境了，也只會拉低我們全家的檔次。”說完，他拉上林泱泱，轉頭就朝着影樓走去。“那我們就先走了，不耽誤婉婉姐你繼續找工作了。”臨走前，林泱泱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，看着他們離開的背影，我心中已經沒有半點波瀾。在外人眼裡，這是多麼和睦的一家人啊！倘若這就是傅景晨想要的，那我放手成全又有何妨？距離離開還有3天的時候，我收到了院長發來的信息，說是之前我拜託他聯繫的專家，今天剛好在國內參加論壇，可以讓他幫忙看看我婆婆的哮喘。婆婆一直都有哮喘，這些年得到了控制，但哮喘還是會時不時的復發，早些年還送去醫院急救過。所以我在外深造的時候，也拜託過身邊的同事幫我收集一些相關案例。不管怎麼說，多年的情分還在。等做完這件事，我與他們之間就徹底不相欠了。可婆婆一聽我要帶她去醫院，卻當場變了臉色。好端端的去什麼醫院？就因為我說了你幾句，你就故意咒我死？於婉，你怎麼這麼惡毒？我之前體檢的時候，醫生都說很健康，有什麼好檢查的？有一位專門研究哮喘的頂級專家，今天剛好在國內，您可以去看看，就當複查了。不等我話說完，婆婆抄起水杯砸在我的身上，說得好聽，頂級專家是你一個無業遊民想約就能約的嗎？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吹牛。你看人家泱泱之前熬夜去幫我掛專家號，那時候你在哪呢？他一口一個林泱泱的跟我做對比，態度已經說明了一切。不管我做什麼都是錯的，不管我怎麼做都比不過林泱泱。當這個想法從心底鑽出來，我只是苦笑着。既然您不想去，那就算了，就當是我多管閒事。上趕着犯賤，很快就到了孩子滿月酒的那天。我姍姍來遲，看見宴會廳裡面擠滿了叫不上名字的7大姑8大姨，一時間還有些恍惚。這陣仗簡直比我和傅景晨的婚禮都要隆重。而就在宴會廳大門口，甚至張貼着他們一家5口人的全家福。至於我，從頭到尾就是個笑話。親戚朋友們看見我出現，立馬交頭接耳地說着什麼，不用聽也能猜到個大概。很快，大姑就拉着我的胳膊寒暄：“婉婉啊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怎麼沒聽景晨說過？而且你們什麼時候有的孩子？聽說你這次留學深造回來，在中心醫院就要被提拔成正級主任醫師了。你這未來的前途一片光明啊！”我沒有說話，只是微微頷首，以示禮貌。可我能看得出來，
他們眼神中的鄙夷之色再明顯不過。畢竟全家福中沒有我，而宴會上一直陪在傅景辰身邊的人也不是我。有好事的人指着不遠處正在為傅景辰甜點的女人問：“婉婉，那女的誰呀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傅景辰的新老婆。”周圍都豎着耳朵聽八卦的大姨們瞬間瞪大了眼，接着又扎在一堆交頭接耳起來。既然傅景辰一家都不在乎，我又何必幫他們掩饰？就在這時候，傅景辰走上台，拿起了話筒，很高興大家可以來參加我兒子的滿月酒宴。在這之前，我從未想過成為一名父親，也覺得自己不能成功地扮演起一個父親的角色。可當我聽見嬰兒啼哭聲的那一刻，我才意識到作為一個父親的責任和擔當。站在我身邊的大姨扯着嗓門，讓孩子媽媽一塊上去講兩句啊！孩子媽媽在哪呢？宴會廳內的氣氛有一瞬凝固，大家的視線都在我跟林泱泱之間來回看，答案都已經躍然紙上。可大姨這麼一折騰，似乎就是在等傅景辰自己親口承認。我對上傅景辰的視線，接着緩緩走上台，在他愣怔的表情下，從他手裡抽走了話筒。幹什麼？我警告你別亂說話，否則我跟你沒完。他眼底閃過慌亂，扯着我的袖子，低聲警告，但我卻目不斜視地抽出手。要是沒做虧心事，又怎麼會害怕鬼敲門呢？與此同時，我淡淡開口說道：“首先，很感謝各位大老遠的來參加今天這個滿月酒宴。在場的親戚們當年也是看着我和傅景辰一塊邁入婚姻殿堂的人。婚後，我也一直都記着大家的祝福。但你們剛才進來的時候，應該也看見了門口那張全家福。”聽見這話，傅景辰的臉色瞬間變了，他黑着臉朝我衝過來，試圖搶走我手裡的話筒。我飛快地閃身躲開，握緊了話筒，繼續說道：“說實話，我自己看到了也很吃驚，但相比之下更吃驚的是，我在外面進修1年，回國之後卻撞見傅景辰和別的女人在一起，還和對方有了孩子。他們甚至還打着為我好的名號，想把孩子寄養在我名下。可惜這口氣我咽不下，這口鍋我也不願背。傅景辰，我們離婚。”說着，我從懷中掏出早就已經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書，狠狠扔在他的腳邊。這是從我看見他和林泱泱在一塊的那天就一直想做的事情。傅景辰臉色煞白，想要拿過話筒控制現場喧鬧的氣氛，但又想抓住我的手臂，好好跟我解釋：“婉婉，你就這麼看不得我好嗎？我不是已經跟你說過了嗎？只要你不再提這件事情，我們一家3口以後就好好過日子。”一家3口，他口中的3口之家，除了不能有我，其實誰都可以。而我也不想再繼續欺騙自己了。我甩開他的手，冷聲道：“簽字吧，我們之間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。我祝你們幸福。”傅景辰用力搖頭：“我不會簽字的，我不同意跟你離婚。余婉，你休想。其實我之前聯繫律師擬定離婚協議的時候，律師就說過我可以要求傅景辰淨身出戶，畢竟他在我們倆的婚姻內光明正大和別的女人有了孩子，不管什麼原因，有什麼苦衷，這都是他背叛婚姻的最佳證據。但調查取證，再到法院宣判，要花的時間太多了。我即將邁出國界，就算身上帶着那麼多錢，也沒有地方可以花。所以我只是拿走了本就應該屬於我的那部分財產，並且委託律師在我離開之後，全部幫我捐贈給山區的希望小學。我與傅景辰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。想到這兒，我淡淡看了眼現場混亂的場景，
轉身就要走。傅景辰見狀，不甘心地將孩子交到婆婆的手中，接着就要追出來。婉婉，等等，你聽我和你解釋。只是還沒走出幾步，林泱泱卻忽然捂着自己的胸口粗喘氣。景辰，我好難受，可能是剛才受到刺激了，我好像快要不行了。聽林泱泱這麼說，傅景辰的腳步瞬間僵在原地，立馬轉身折返回去，將林泱泱護在懷裡。泱泱，你沒事吧？你堅持住，我這就送你醫院。面對他的決定，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，畢竟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為了林泱泱拋棄我了，而我早在他一次次地偏袒和拋棄中習以為常，原本會失望難過的心也早就變得千瘡百孔，習慣麻木。最終，傅景辰只能眼睜睜看着我大步流星離開的背影，心想等到這一切都結束了，再跟我好好聊聊也不遲。反正只要他不鬆口離婚，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永遠不會斷。這麼想着，傅景辰的心中也安穩了幾分。可他不知道，從他和林泱泱生孩子的那一刻，從他背叛感情的那一刻，我們之間就再無可能了。我離去後，傅景辰一行人手忙腳亂地將林泱泱送到了醫院。可是，在去醫院的路上，婆婆似乎也因為情緒波動過大而導致呼吸不暢，哮喘再度復發。婆婆臉色青紫，拉着傅景辰的手艱難求救：“兒子，救救我，媽好難受。”另一邊，林泱泱也擰着眉頭，拽着傅景辰的衣角不肯鬆手。“景辰，我有些喘不上來氣了。”傅景辰眉頭緊鎖，一個頭兩個大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先去安慰誰。就在婆婆即將被推進手術室的时候，他們一行人碰見了院長和哮喘領域最權威的專家。此刻的傅景辰什麼都顧不上，一個箭步衝過去，撲通一聲重重跪在院長和專家面前。“江院長，陳專家，求你們救救我媽，她哮喘復發了，現在情況真的很危險。之前還有一個叫林泱泱的人去排隊掛過您的號，您還記得嗎？”那名權威專家盯着傅景辰看了半晌，接着才試探着問道：“你是於婉的老公吧？”傅景辰眼裡一喜，仿佛看到了希望。“是，我是。不過這和於婉有什麼關係？”專家一字一頓道：“怎麼沒有關係？他之前通過江院長找到我，說希望我能幫他看看婆婆的病。當時我在他手機上看見過你的照片，還誇他有孝心。但我記得他前2天找我說不需要看病了，現在又是什麼情況？”聞言，傅景辰愣怔地抬起頭，眼神中又不解，也有震驚。“婉婉，您說是婉婉聯繫的你，這怎麼可能？聯繫你的不應該是泱泱嗎？”專家被質疑，不悅地皺起了眉頭。“你的意思是我故意說謊騙你？”傅景辰知道專家有些生氣，還想再說什麼，專家已經不給機會，拂袖離去。專家走後，傅景辰整個人癱軟在地。他們一直都不相信我會有本事聯繫權威醫生，以為那些都是林泱泱做的。可現在才知道，一直以來都是他們誤會我了。這一瞬間，傅景辰竟然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。緩過神來後，他還想去追專家。“專家，對不起，前面多有冒犯，但我媽是無辜的，求求您救救我媽。”但江院長已經先一步將傅景辰拉開，面帶歉意地說道：“很抱歉，傅先生，我們等下就要坐飛機去美國參加研討會，恐怕沒有辦法參與手術。但是請你放心，我們這裡的醫療團隊是全市最好的，我們一定會盡力搶救你母親。”說完，兩人就一前一後的離開。而這件事情，我也是聽院長後來說起的。
據說傅景辰跪在醫院的手術室外，而身邊的公公更是滿臉的後悔，氣得一拳打在傅景辰臉上。你個逆子，你媽都被你害慘了。我之前說什麼來着？余婉就算再怎麼不要臉，但也不至於用這種事情開玩笑。你們都不相信我，現在好了，你媽要是真的出什麼事情的話，你就是罪魁禍首。傅景辰低着頭，一言不發，俨然是一個犯了錯的孩子。但公公的暴怒聲卻把懷裡的嬰兒嚇得大聲啼哭。嬰兒的啼哭聲惹惱了公公，公公氣得一把將孩子放在旁邊的塑料座椅上。哭什麼哭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不知道的還以為生了個祖宗呢。傅景辰，這是你兒子，你自己哄。可傅景辰已經完全顧不上，他緩緩掏出手機，想要給我打電話。或許現在就只有我能夠聯繫到權威專家來做手術了，但是我的電話根本就打不通，因為那時候的我已經登上了前往國外的飛機。飛機上，我的腦袋靠在窗邊，看着外面的景象漸漸倒退，直到一股向後的慣性將飛機帶上藍天。我甚至有種不真實的感受，從這一刻開始，我已經不再擁有自己的國籍，我將把自己奉獻給全世界。經歷了10幾個小時的飛機後，我跟同伴滿身疲憊地落地，與國內一片平安祥和的景象完全不同。這邊充滿了戰火與武裝，甚至稍有不慎都會在這裡丟掉性命。在車上小憩的時候，來接我們的醫療領隊向我們介紹目的地的情況。與此同時，他發給我們每個人一把槍。他說，救死扶傷固然重要，但是比使命更加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。這句話深深觸動着我的內心。我忽然想起來，和傅景辰結婚的那幾年裡面，我將他視作自己的一切。那個時候的我，又何嘗不是將他看得比我的生命更加重要呢？可惜，記憶中的少年郎終究是死了，死在了他最愛我的那個年紀，而我和他也徹底結束了。往後，我不會再被他左右情緒，不會再因為他和林泱泱親密而傷心難過，更不會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前途和事業。餘生，我只為自己哭，為自己笑，更是為了自己而活。很快，我們就已經到達了目的地。泥濘不堪的路上，有很多傷員就那麼坐在地上，手臂或者小腿上都是鮮血淋漓的傷口。我這才得知，這個地帶剛經歷了轟炸，而這些我看着傷口觸目驚人的傷員，卻只是剛才那場災難裡面受傷最輕的。因為手術室已經躺不下了，只能將他們放置在路邊。現在的我已經將全部想法拋之腦後，飛快地跑過去幫他們包紮。而這樣的工作只是一個開端，在往後的幾個月裡面，我每一天所經歷的事情似乎都在刷新我的三觀，同時我也愈發地堅定了自己的內心。我從不後悔來到這裡，也不後悔成為一名無國界醫生。直到有一天中午，同事氣喘吁吁地說有人來找我，我以為是傷員，正準備出去的時候，同事又繼續說道，好像聽說是從國內來的人，一個男的。我的腳步微微一頓，腦海中瞬間浮現出了傅景辰的樣子，心裡也一陣咯噔。該不會真的是傅景辰吧？拒絕的話還沒來得及說出口，傅景辰就已經找了進來。婉婉，真的是你？他眼眶通紅地衝過來抱住我，我感受到他的眼淚滴在我的脖颈。我記得剛上飛機的時候，律師就給我發來了信息，他說離婚官司已經正式提交，不管傅景辰是否願意，法律上都會在半個月內判我們倆的婚姻失效，變成離婚狀態。所以現在他又何必大費周章地找過來？想到這兒，
我有些不自然地將他推開，神色冷淡。傅景辰，我們倆已經離婚了。聽我這麼說，傅景辰眼圈更紅，啞聲道：“婉婉，別推開我好不好？我跑遍了所有機場，問遍了所有機場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。你知道嗎？你離開後的這1個月裡面，發生了很多的事情。我媽也走了。”我微微一愣，完全沒想到傅景辰媽媽已經離世了。在我愣神間，傅景辰自顧自地說道：“婉婉，對不起，我們當時都不相信你，以為你在說謊。可真正說謊的人是林泱泱，他就是個騙子，他根本就沒有去找什麼權威專家。我媽的病也一直拖着，要是當初我們聽了你的話，去找專家看看的話，她現在或許還可以活着。都是我的錯，我當時就應該相信你的，是我傷害了你，也害死了我媽。我爸罵的沒錯，我就是個災星。”說着，傅景辰就捂着自己的臉蹲下痛哭。看他哭成淚人的模樣，我站在原地沒動，心裡也有些不是滋味。在這裡的1個月裡，我每天都在經歷着生離死別。我曾以為自己早就已經麻木了，可是現在聽見傅景辰的話，心裡依舊很不是滋味。畢竟最開始的時候，在林泱泱還沒介入我們之間，沒介入這個家庭的時候，婆婆對我還算不錯。在我失去孩子後，還會主動給我燉雞湯，幫我翻身擦背。直到林泱泱出現後，婆婆才開始拿我不能生育這件事對我各種挑刺，對抱孫子一事也越發渴望。愣神間，傅景辰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：“對不起，婉婉，我後來一直都在找你，我想親口跟你道歉，可我那時候才知道，原來你不是隨隨便便就離職了，而是想要成為一名無國界醫生。所以我才不遠萬里的來找你。你跟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這裡太危險了，我已經失去了母親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”我搖搖頭：“不，我不會回去的。無國界醫生，我現在已經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了，我能回去哪裡呢？除非等到戰爭勝利的那天，等到沒有一個戰亂的地方需要我們的時候，我才能回家。而在那之前，這廣袤的天地，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是我的家。”見我態度堅定，傅景辰終於開始慌了，死死拉住我的手，語氣也急促了起來：“對不起，婉婉，我真的知道自己錯了，我不應該騙你，不應該自以為是的和林泱泱去生什麼孩子。你怎麼對我都可以，但是別說這樣的氣話好不好？現在我已經付出代價了。林泱泱的身體狀況很差，醫生說可能就是這幾天了。婉婉，我一個人帶着孩子怎麼生活呀？你之前明明說過會陪我一輩子的，你都忘了嗎？”我用力地將手從他的雙手間抽出來：“過去的事就過去吧，我們已經離婚了。傅景辰，你以後的生活怎麼過是你的事情，這都與我無關。還有，別忘了，先背棄誓言的人從來就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既然你背棄誓言在先，又憑什麼用誓言來約束我呢？”我冷眼看着他，一字一頓道：“我不可能吃回頭草，更不可能回去給你和你兒子當免費保姆。你死心吧。”傅景辰眼圈泛紅，張了張嘴，想說些什麼，不等他開口，我便出聲打斷：“我還有事，這邊危險，你也早點回國吧。”說完，我轉身朝營地走去，身後傳來傅景辰的聲音：“婉婉，要是你不回去的話，那我也不回去了。我就在這裡陪着你，等你什麼時候做完了想做的事情，我跟你一塊回家。”我眼皮都沒抬，根本不想理會他的話，只是還沒走2步，我聽見傅景辰接了一通電話，似乎是國內醫院打來的。“你說什麼？林泱泱死了？我現在就回國，你們一定要等着我回去。”也就在這個時候，天空中忽然飛過2架轟炸機，
聽着熟悉的轟鳴聲，我下意識把傅景辰推開。傅景辰立刻出聲：“於婉，你瘋了嗎？”很快，他的聲音就被不遠處的爆破聲蓋住，整個地面似乎都在隨之搖晃。炸彈濺起的黃土落在我們倆身上，我沒理會他的呵斥，緩緩抬起頭看了一眼四周，這才飛快地從地上爬了起來。傅景辰顯然是被剛才忽然間的襲擊給嚇到了，愣愣地坐在地上沒有反應。我扭頭看了他一眼，將他拽着站起來，先去裡面避一下。傅景辰卻明顯被嚇到了，聲音都帶着顫抖：“婉婉，剛剛我們是不是差點死了？”我早就已經習慣了這時不時危及生命的轟炸，對於他來說卻是從未見過的。我抿抿嘴唇，好半晌才開口道：“晚點我會讓隊長找人送你回去，以後你也不要再來了。”傅景辰臉上灰撲撲的，他握緊了手機，沉默着。很快，隊長就找了當地的人過來。那人開着一輛陳舊的皮卡，招呼着讓傅景辰趕緊上車。臨走之際，我往司機的手機多塞了2張紙幣，叮囑他一定要把人安全送到機場。就算我與他之間的情分已經走到頭，但我也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麼死去。傅景辰沒有說話，似乎還處在之前的恐懼中。我再回頭的時候，只看見他飛快跳上車的身影。我淡淡扯了扯嘴角，似乎早就已經猜到了他的反應。回到營地之後，之前的同事走過來跟我八卦：“剛才那個帥哥是你對象嗎？不遠萬里來找你，果然是真愛啊！不像我男友一聽說我要出國援助，立馬就跟我分手了，還找了個小姑娘。不過你男友怎麼沒跟你一塊回來？”我默默收起桌上的飯盒，輕描淡寫地開口說道：“不是男友，是前夫。”同事愣了下，接着也不再多問什麼。很快，我就將這件事情拋之腦後。直到2年之後，我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可以回國。現在的我對整個醫學都有了更深更高的認知。而這一次跟我一塊回來的還有我的男朋友喬然，我們倆是在戰地上認識的。那次救援的時候發生了大爆炸，我因為連軸轉，勞累過度，直接低血糖昏倒在地，眼看就要被炸得粉身碎骨。就在這時，一道人影衝了出來，將我牢牢護在身下。我沒有什麼大礙，喬然卻被炸傷了一條腿。我心懷愧疚，選擇以身相許，承諾照顧他一輩子。一開始，我的確是抱着照顧他、彌補他的想法和喬然在一起的。可漸漸的，隨着不斷的相處，我逐漸看清了自己的心意。他的溫柔，他的包容，他的深情和善解人意，讓我冰冷的心逐漸被捂熱。我發現，我好像又有了重新愛人的能力。在同事的撮合下，我打從心底接受了他，和他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男女朋友，並且承諾和他白首不離。我想，或許是上天看我孤身一人太可憐，所以專門將緣分送到了我的手邊。所以這一次，我也一定會好好抓緊這段緣分。很快，到了回國那天，昔日中心醫院的江院長親自來機場接我，他滿臉欣慰地打量着我，瘦了不少。於婉，這2年你在外面辛苦了。普通無比的慰問話語，卻讓我內心狠狠一震。我強忍着鼻尖的酸澀，張開雙臂與江院長擁抱。剛走沒2步，我就在不遠處看見牽着男孩的傅景辰。他不知道是從哪裡得來的消息，居然也跑來了機場看我。但短短2年時間，他的變化有些大。他鬍子拉碴，眼下烏青，眼裡布滿了紅血絲，不再像是從前那般精緻，反倒多了許多的滄桑，頭上也多了很多白髮。一看就知道，
傅景辰這幾年過得很不好。猶豫片刻後，傅景辰最終還是沒有走上前，縮回了想要伸出來觸碰我的手。我也只是面無表情地望着他。我身邊的喬然卻是察覺到了什麼，主動牽起我的手，與我十指相扣。婉婉，那位就是你的前夫吧？要不要過去打聲招呼？他好像有話想對你說。可話裡話外分明就滿是醋意。我這醋包男友佔有慾還是那麼強。我收回目光，輕輕搖了搖頭，沒什麼好說的。何況我都有你了，和他有什麼好說的？從我離開滿月宴席的那一刻開始，我與他之間就已經相隔陌路，再也無話可說了。被我這麼哄着，喬然這才消了醋意，一把將我拉入懷中猛親。婉婉，我好愛你。我低頭輕笑，我也是。而後我收回視線，扭頭上了車。車子開出去沒多遠，我收到了傅景辰發來的信息。這2年間，他陸陸續續一直在給我發信息，只不過我沒有用國內的電話卡，自然也沒有接收到。而就在1分鐘前發來的信息，只有短短3個字：對不起。我的手指在屏幕上頓了很久，緊接着將傅景辰刪除拉黑。而後，我將掰斷的電話卡扔出窗外，一如拋下我所有不堪與錯付的過往。我這輩子都不想和他再有任何聯繫。做完這一切後，我握緊了身邊人的手，黑暗散去，往後餘生一片光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